截至此时，王敦之乱依然不至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在王敦不顾一切地向建康进犯的时候，首都的皇宫里，皇帝司马睿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战前安排。司马睿把镇守合肥的征西将军戴渊、镇守淮阴的镇北将军刘伟征召回朝廷，开战前会议。回到京师的那一天，百官在道路两旁站立等候迎接刘伟，而刘伟则意气风发、大步流星地快速走向皇宫。与之相对应的，则是琅琊王家。在刘伟旁若无人的进宫面圣的时候，司空王导带着弟弟中领军王遂、左卫将军王毅、侍中王侃、侍中王斌以及宗族子弟20余人在宫门外长跪不起。刘伟入朝，为了确保战争的顺利，在与司马睿见面之后，刘伟便提出了一个狠辣的建议，建议皇帝诛杀王导及其王室子弟，彻底铲除王室力量。面对刘伟破釜沉舟的想法，司马睿有一瞬间的惶恐，最后他拒绝了刘伟的这个建议。他不愿意在此时就痛下杀手，他更愿意给王家网开一面，以便在未来真的战事失利之后，以此跟王敦和谈。倘若真的杀害王室子弟，王敦一旦攻入建康，自己的性命就保不住了。本来还意气风发的刘伟，瞬间心里咯噔一下，他知道这场原本信心满满的战争很有可能打不赢了。刘伟像是被水打蔫了的落汤鸡，垂头丧气又着急忙慌的移阵到了京城。另一方面，王导也遭遇了一次同样惊心动魄的经历。王导一连多日长跪在宫门之外，一直没能弄清楚皇帝到底怎么给王家定性的。直到这一天，恰巧周乙要入宫觐见，王导终于决定要主动出击。他对周乙大喊：“伯仁，我全家100余口就靠你了。”周乙为人很忠厚，人品可谓是有口皆碑。最重要的是，王导与周乙多年是知交好友，两人之前经常把酒言欢。但周乙知道此刻正是敏感时期，很多话不仅不能说，甚至听都不能听。因此呢，他进宫的时候从王导面前快速走过，一言不发。在宫中，周乙为王导说了公道话，尽可能的让皇帝相信王导不会跟随王敦谋反。司马睿听完之后不置可否，随后便留周乙在宫中吃饭。周乙好酒，一场晚宴下来喝得醉醺醺的，被人架出宫。出来的时候，王导带着子弟还在那儿跪着。王导很想知道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于是又开口叫周乙，请周乙无论如何帮帮自己。然而周乙却还是不搭理王导的话，甚至醉醺醺的给左右侍卫说了一句让王导心惊肉跳的话。他说：“今年一定要把那些乱臣贼子都杀了，给自己换一个斗大的黄金印。”听到这话，王导从苦苦哀求变得万念俱灰，一瞬间他有些恍惚，随后转向记恨。难道平日里的好友，在关键时刻竟然会如此绝情绝义呢？但是很快，对于王家来说，转机就来了。皇帝司马睿既然没有跟王家鱼死网破的决心，也没有必然战胜王敦的把握，那就一定会向王导示好。他命人把王导的朝服还给了王导，下诏宣王导进宫面圣。君臣二人这才在王敦作乱后第一次相见。王导一见到司马睿，赶紧下跪磕头说：“历朝历代都有乱臣贼子，只是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是从我们家出来的。”司马睿的表态则更是彻底，他光着脚从卧榻上跑过来，连忙扶起王导说：“老洪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正要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你呢。”随后，司马睿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，并且还安抚将士说：“王导能大义灭亲，我把我当年任过的安东将军的头衔任命给他。”紧接着，皇帝任命戴渊为骠骑将军，任命周札为右将军，镇守至关重要的石头城。刘伟继续驻扎在另外一个险要之地金城，司马睿则是亲自披坚执锐，带着一小股精兵在郊外指挥作战。按道理来说，此时王敦之乱依然还有翻盘的机会，毕竟金城和石头城还在手中，只要石头城还在，顽强坚守之下，即便挡不住，让王敦掉层皮还是可以的。石头城是孙权老先生花了大本钱重修的。赤壁之战之后，石头城一直扮演着守卫南京的重任。后世之中，凡是想要攻占建康的战役，大多数都得先围绕石头城死磕一番。比如东晋义熙6年，卢循趁晋军北伐之机，领军10余万逼近建康。时任太尉的刘裕，他的方案就是在石头城周边建立寨寨，固守孤城，然后反攻。比如南朝宋元徽2年，贵阳王刘修范反叛，沿江而下，建康震动。时任右卫将军的萧道成，他的方案是守石头城、新亭，
白夏城、台城、东府城及朱雀桥。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当王敦猛攻石头城的时候，皇帝陛下亲自任命的右将军周札却直接投降，放弃石头城了。在司马睿看来，无论是看在周札在他哥哥周齐准备闹事的关键时刻没有参与，对朝廷尚有忠心的份上，还是说想借周家的私兵在石头城先跟王敦消耗一番，总之他的这个一厢情愿的人事安排被王敦一方看出了破绽。王敦火急火燎地顺江而下，到达建康城外的时候，一开始是想去进攻矛盾最大最可恨的刘伟，毕竟王敦打出的旗号清君侧就是清除刘伟嘛。但是他的参谋却提出了不一样的思路。参谋建议刘伟镇守金城，其地势固然不如石头城险要，但是刘伟本人是个死硬分子，跟咱们有深仇大恨，就算能打赢也得付出惨重代价。但是周札这个人刻薄寡恩，贪婪吝啬，不得人心，进攻石头城要比进攻刘伟轻松得多，所以不如先把石头城作为首要的攻击目标，一旦占领此地，金城的刘伟就会陷入被动。结果大家都知道，周札此人确实如同王敦集团判断的那样，没做什么抵抗就举城投降了。想想周札家资巨万，家族私兵奴仆上万，再想想他哥哥周齐横扫江东，一兴周氏，三定江南，只能让人大呼想不到。易守难攻的石头城就这样突然易手，而王敦的兵力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损失，这令建康城内居中指挥的司马睿大惊失色。他急令刁协、刘伟、戴渊、王导、周乙、郭毅等人率军进攻王敦，试图夺回石头城，但结果却是皆大败。好了，至此为止，王敦之乱基本上失去了挽救的可能了。作为南朝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权臣作乱，或者说权臣第一次成功的从荆州杀到扬州及荆扬矛盾的作乱，王敦此行可谓是手忙脚乱，阻碍重重，但却都被江南朝廷的各色人物的各种瞎搞给活生生的促成了。如果甘卓在指导王敦老巢武昌的时候不那么犹豫，如果司马睿能够跟刘伟等人上下同心，如果不上周札去镇守石头城，任何一个如果都有可能改写这场叛乱。进入石头城，建康已经是沦陷了。王敦在城中拥兵自重，随后派遣军队顺着秦淮河开赴建康，纵容甚至命令士兵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。皇宫之中也是乱作一团，各级官员和侍卫都四散逃溃。偌大的皇宫里，只有2-3个人还守在身穿军服用以提振士气的司马睿身旁。由愤怒转向心灰意冷的司马睿自己也不知道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。他喃喃自语道：王敦不就是为了王位吗？想要就早说，我自己回琅琊郡就是了，何必这样残害百姓苍生呢？作为经历过八王之乱的司马睿，应该非常清楚政治斗争失败的下场。当年在北方的时候，宗室王斗争失败都是几十个的被处决，做错就会挨打，愿赌就得服输。他派人给王敦送去口信，说如果大将军眼里还有本朝，那请现在就退兵，如果不行，我这就退位回琅琊老家，绝不耽误你进步。当然，这段翻译是我自己加工之后的说法，但是仔细观察司马睿的话，就能发现他既是在斗争失败之后的表态，也是在试探王敦对自己和晋朝的态度。果然，王敦确实没有想改朝换代的想法，他的大兵在城里肆虐之后就逐渐退去了。王敦本人也一直待在石头城，遥控指挥着建康中的事务。不得不说，王敦坏是真的坏，但是直也确实是直。从古至今，多少藩王权臣以清君侧的名义行改朝换代之实，只有王敦，他号称清君侧，没想到最后真的只是清君侧。司马睿命令百官前往王敦的军营朝见，一来是表明自己的姿态，二来是再次试探王敦，而王敦则以胜利者的姿态接待这些作为老朋友、老同事的朝臣们。王敦首先问戴渊：戴若斯，前几天咱们打了一仗，现在你还有余力吗？戴渊则坦白地回答：没有余力，只是因为自己实力不足。王敦又问他：你看我今天的所作所为，天下人当如何议论呢？戴渊不知道王敦的意思，也不敢说出真实的想法，于是玩了一个辩证法，说：看到表面的人会说您是篡逆，体会到您内心的人会说忠诚。王敦哈哈一笑，讽刺似的说：你可真会说话啊。然后王敦又把目光投向周乙，他应该是从王导那儿听说了周乙不帮王家的事儿，因此责怪周乙说：活人，你对不起我。周乙不像戴渊那么委婉，毫不客气的回怼，说一句：我哪儿对不起你？
你倚仗武力以下犯上，我作战不利，没能消灭你，这就是我对不起你的地方。王敦作为胜利者，心情还是很好的，没有当场杀人，毕竟学曹操就要学到底，杀人也要讲究个名分啥的。当年曹操恨孔融恨得牙根痒痒，但至少也要搜罗出一堆罪证才能杀人吧。这次会面结束之后，司马睿意识到王敦确实没有改朝换代的打算，因此旋即给王敦加封一大堆政治待遇，诸如晋魏丞相啦、万户侯啦、加余保鼓吹啦等等等等。明明皇帝要给王敦封万户侯，但王敦对以上皇帝给的待遇全部都不要，然后自己给自己封万户侯，可谓是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司马睿。接着王敦就开始了此行最重要的任务，说好了清君侧，那就一定要清君侧，不然以后还怎么混。公元322年，王敦率军攻破建康，对朝中大臣开展大清洗，第一次王敦之乱迎来关键环节。Over